我是京城小官之女，长至16岁，方知自己和国公府千金顾云裳在襁褓时报错了。彼时我二人各有婚约，她欲嫁高门世子，我欲与寒门书生。两家约好认作干亲，各归其位，却婚事不变。谁知后来世子战死，她守了寡，而我嫁的书生扶摇直上，成朝堂新贵。两人勾搭成奸数年，珠胎暗结。东窗事发时，两府皆是袒护，甚至真想让那爷仲出事，记在我名下。我不从，便给我灌了药，扭送田庄养胎，血亲养亲，竟无一人站在我这边。我郁结离京，逢天灾离世，再睁眼竟回到16岁那年，两家认过干亲，商定婚嫁之事。问及我二人意思，顾云裳抢先开口：既已各归其位，婚事也一并换回吧。什么？顾云裳这话一出，我那亲生母亲英国公夫人最先坐不住。云儿，两家报错是上天的缘法，如今虽说各归其位，但也认了干亲，你依旧是国公府的女儿，便只当自己多了一对父母，只凭着自己心意来就是了。是啊，我换了16年母亲的养母，何氏也附和道：听说你与那楚王世子青梅竹马，若因此事坏了一段姻缘，那便是我这个亲生母亲的罪过了。两人皆面色冲冲，话里话外都希望顾云裳和楚王世子的婚事照旧，这般明显，这般不加掩饰。可笑我之前还真以为英国公府和谢家是尊重我和顾云裳的意见，我和顾云裳都不愿换亲事，他们也并未强求。如今看来，正合了他们的意。我考虑清楚了。一旁的顾云裳语气坚决：我听母亲说，当年这桩婚事是妹妹还未出生时定下的，这才是天定良缘呢。这桩好亲事自然要还给她。还顾云裳说出这番话，应当是也重生了。上一世楚王世子与她成婚后不久，便外出征战，死在了战场上。她守了寡，因与我姐妹相称，便常上门来寻求慰藉。一来二去，竟与我夫君周末有了首尾。我气得发疯，想将事情捅出去，却被顾谢两府一同拦下，说家丑不可外扬。我寄希望于他们能给我主持公道，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碗能让人浑身无力的药。他们说要送我去田庄养胎，顾云裳会去清风寺祈福，在那里把孩子生下来，那个孩子会被记在我名下，叫我母亲。英国公夫人与何氏轮番相劝，你为何就如此容不得云儿？如今木已成舟，她怀了孩子，你非要将这事捅破天，难道要逼她去死吗？你别忘了，你与楚王世子是指腹为婚，若非是他，守寡的人就是你。他是替你担了寡妇命格，你一辈子都愧对他。何其偏袒，何其荒唐！同有血缘，同养育了16年，两府竟无一人站在我这边。周末也情真意切地向我剖白，诉说他对顾云裳的怜惜，求我容他一回，可笑极了。我被连夜送出京城，却在郊外碰上泥流，马夫与丫鬟都逃跑了，我却浑身无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浆没过头顶窒息，直到死亡。国公夫人看过来，眸中带着几不可察的希冀。静叔，你怎么想？何氏呵呵一笑，率先开口：静叔这孩子与周家那小子又何尝不是自小的情分，他恐怕不愿。那便换吧。我倏地开了口，话音一落，堂中死一般的寂静。我一一扫过在场人的神情，英国公、谢父、英国公夫人、何氏4个人皆面带不快，两个母亲眸底还隐藏着些恼怒。果然，什么商议婚事，不过是走个过场。不论是英国公府还是谢府，都希望与楚王世子这桩婚事归属顾云裳。后来这桩婚事不如人意，顾云裳守寡时，红杏出墙，与周末珠胎暗结，他们也用尽手段给他收尾，甚至不惜牺牲我。前世迟钝，我还以为他们对2个女儿一视同仁，只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，有2对父亲母亲。后来才知，什么2对父亲母亲，真有2对父母的，唯顾云裳一人而已。顾云裳得了想要的结果，喜笑颜开。那就这样说好了。他既要换，那便换吧。负心的郎君，何府的亲人一并让他独享便是了。后面我没有再多说，在他们面前，我说话并不管用。相反，顾云裳要换婚事，就一定能换成。最后也确实如此，婚事敲定后，就该各归其位了。两家约好成亲前，都回到亲生父母那边培养感情。国公夫人拉着顾云裳渲染玉气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何氏也将我叫去，神色不大好看。你先前主意大，对周家满意的不得了，如今有了更好的亲事，便巴望着上去，倒让人家笑我们的家教。我神色淡淡，陈述事实道：顾云裳也想换。何氏絮絮叨叨：你都那般说要回去了，他还好意思赖着不给不成？我们家门第不如国公府，他占了便宜，我这个做亲生母亲的心里清楚，他难道就不知道？到底是国公府里教养出来的闺秀，他明事理肯相让，你呢？你就不想想，那等高门，你这样嫁进去，若是闹笑话，可怎么？等我当了世子妃，就算闹笑话，也没人敢笑我。我抬头直视这个我叫了16年母亲的女人，本来就是我的亲事，要回来又何妨？是母亲瞧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嫁不了高门，心里不高兴吧？你，何氏被气得嘴唇发抖。你虽不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但我也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眼看着要走了，就这么对我说话？
你是在提醒我你从前是如何养我的吗？我轻嘲道。你一直都不喜我，信了赖头和尚说我八字克母，幼时将我送到外祖父家寄人篱下。现在想来，怕不是你早就知道。你胡说什么？何氏打断我，脸色发白。16年前，民间起义，起义军打到京师，勋贵官宦之家无不逃窜，藏匿于京城郊外的三圣山，其中便有他和英国公夫人二人，皆身怀6甲。多日颠簸惊吓，在三圣山拉着帘子生产的，人多慌乱，就是那时报错了我和顾云裳。后来事情被发现，也是机缘巧合。何氏带我出席宴会，那宴上有人瞧出我与国公夫人十足相似，再一瞧何氏，顾云裳眉眼又与他像了个10乘10。刚巧宴上有位国公夫人娘家的亲戚，想到16年前国公夫人是如何生产的，便去告诉了他。事发后，京城市此事为奇闻。国公府千金顾云裳堪称贵女典范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仅与楚王世子有婚约，还被选作公主伴读，常伴贵人左右。她竟不是国公府的亲生女儿，而是一7品小官之女，两家门第悬殊，于是便有不少人猜测，是不是那顾云裳亲母在生产时动了歪心思，主动将女儿混淆，送入高门的。何氏最怕被人这样揣度，听了这话，一时间气都不顺。我笑笑，我与顾云裳几乎同时出生，若我克母，那她应当不遑多让，期待你像对我一样同等对她。没管何氏气得脸色发白，我收拾好东西离开。我与何氏的关系向来是不大好的，他因生我这一胎落下了病根，幼时见我不抱长大，见我不喜，甚至听信过路和尚的话，信了我八字克母。幼时便将我送去外祖父家，寄人篱下。我自幼性情怯懦，回京后对他讨好至极，也没能换来他的好脸色。前世错报，一世曝光，我知他顽疾非生我而起，自觉隔阂尽消，却依旧未见他与我亲密。如今方反应过来，他的顽疾因顾云裳而起，他却从未因此对顾云裳有隔阂。他不怪顾云裳，只怪罪我。坐上回国公府的马车，国公夫人依旧双眼通红，依依不舍。他有3个儿子，却只1个女儿。顾云裳是妖女，出生后便受尽宠爱，他费尽心血，一手将她培养成京中贵女典范。如今顾云裳去了别家，又要低价，他自然伤心。若是对方是寻常人家也就罢了，大可以将2个女儿都接回去养起来。可对方虽品阶不高，但大小也是个官。国公府虽高门轩赫，可也不能想2个都要，否则第2天御史的弹劾就会飞上圣桌，两家换回，再认个干亲，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心绪平静后，他才看向我道：以后我就是你娘了，你跟着我回国公府，日后更要嫁入王府，万事皆需谨慎。我微微颔首。我问你，你读过哪些书？琴棋书画都练过几项？国公夫人出自世家王室，自幼遍览书经，才情出众，对这方面极重视。上辈子她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，我不想亲母看清，搜遍脑海，翻出眼熟的书名报了上去，不想她听了，还要考笑问我某句的典故，我自是支支吾吾，答不上来。她看我的眼神便满是失望，胸无点墨，信口胡言，我的女儿怎么会是你这样子？之后便对我多加冷落。自那之后，我便日日勤勉读书，想让亲生母亲也以我为骄傲。被送出京的那个晚上，我在想，会因为我文墨不通，便那样对我的亲生母亲，竟会对违背圣人礼教的顾云裳那般宽容袒护。我方明白，从来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他的心一开始就是歪的。这辈子我自是懒得找补，说了实话，认识些字，不会什么琴棋书画。前世这个时候的我的确如此。国公夫人听了，眉头皱起：你竟这般不学无术！我低眉顺眼。谢家不比国公府，父亲的月俸不多，家里还有2个兄弟要科考，没钱让我学什么琴棋书画。王氏听了，气渐渐消下来，看我的目光却有几分责怪。你这是在嫌弃谢家？不管怎样，他们好歹养大了你。我的意思是，您不用拿我和顾云裳比，橘子生在南北尚有不同，何况是人，他会的那些我都不会。初一到府，国公夫人下了马车，急走而去，俨然是被我气得不轻。英国公听下人说我们车上说了什么，长叹一气：我知晓你对我们有怨气，可也不该这么对你母亲说话。我跟在他身后，神情无波。是母亲对我的要求不切实际。英国公带我去见了3位兄长，世子顾觉、2公子顾征、3公子顾玉。顾征一见父亲，便朝他身后叹：小妹呢？小妹没跟您一起回来？我自然不会自作多情的以为这个小妹在说我。上辈子初见这3个人时，他们态度还算友好，分别都送了礼物给我，我视若珍宝。谁知后来，我不过是玩一下院落中的秋千，顾征瞧见便大发雷霆：这是我给小妹搭的秋千，谁允许你做的？我给顾玉送书画，不小心碰掉了他一方砚台，也遭他冷斥：这是小妹送给我的生辰礼物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就连外人眼中清正守礼的国公世子顾觉也不止一次的警告我，让我不要耍心机。针对顾云裳，任我怎么解释辩白，他们都认为我对顾云裳不友好。后来顾云裳还安慰我说，他幼时被人欺负过，哥哥们对他保护惯了，所以才草木皆兵，还说时间长了，他们总能看到我的好。
是以我对这3位兄长讨好多年，有什么好东西，总会想着给哥哥们送上一份。可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呢？拦住并杖杀我派去给楚王府送信的亲信，将准备上告这一对通奸夫妇的我掳回，警告我，若是我敢动顾云裳，那他们也不会容我。楚王世子死在战场上，是忠烈之躯，顾云裳为他守寡，是皇家双父。可若是他的丑事传出去，皇家父通奸，莫说名声，他连性命也难以保全。于是他们选择按下我。云裳出嫁前就留在谢府了。英国公将我往前推了推，这是你们亲妹妹，她跟我一道回来了。如前世一般，他们3人也都送了礼物，我一一叫过。场面还算和睦，英国公满意地点头。你们妹妹虽未在你们兄弟3人跟前长大，可到底是骨肉至亲，日后她嫁入王府，你们也要守望相助才是。3人听了这话，面色皆是一变。顾觉眉头紧锁，嫁入楚王府的不是云裳吗？英国公说此事是顾云裳极力要求，两家都点了头。一时间，兄弟3人皆沉默不语。交代完事，英国公说还有事要办，交代他们带我熟悉一下国公府。英国公刚走，他们3人的面目就暴露出来。心直口快的顾铮最先开口：“是不是你对云裳说了什么？”我摇摇头，我什么也没说。顾铮不信：“若非你对云裳说了什么，以他对楚王世子的情谊，如何会主动说把婚事给你？”我的婚事不是也给他了吗？我面露不解，各归其位，哪里有问题？你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顾觉皱着眉，楚王府是何等门楣，云裳素有才名，又是公主伴读，这桩婚事连宫中贵人都知晓，岂能说换就换？是吗？我散漫一笑，与国公府的血缘相比，这些好像不值一提吧？你……顾铮气得就要上前，却被神情冷静的顾玉拦住。我承认你才是我们的亲妹妹，可云裳自幼长在国公府，又与我们一同长大，那她就是国公府的女儿。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，入楚王府意味着什么，也好好想想你能不能担得起楚王府的世子妃。在院落安置下来，我想起顾玉那番话，入楚王府意味着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英国公夫人与楚王妃曾是闺中姐妹。定下这桩婚事时，楚王世子尚年幼，我还未出世，楚王还是镇守楚地的藩王。然而先帝在位时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民间起义攻至京师，险些沦陷。是楚王率军赶来，日夜兼程，平定叛乱。自那之后，先帝对楚王信任非常，甚至10年前临终前命其摄政，协同太后抚育幼帝。楚王权势鼎盛，一直到如今。可幼帝总归有长大的一天，楚王迟早要还政。后来也的确如此，楚王世子在战场上死后没多久，楚王也就即复发身亡，还政顺理成章。偌大的楚王府只剩一个顾云裳为世子守节，这个位置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？顾家兄弟几番努力，婚事到底还是没能换回来。家宴上几人脸色都不算好看，母亲也神色淡淡，对着各方的亲戚，父亲当众宣布我的身份。3房的婶婶拉着我的手，满脸惋惜。瞧咱们的4小姐在别人家被养成了什么样子，听说幼时还险些被拍花子拐走，大嫂却将那家的孩子当命根子，要什么都给。可见母女连心的说法也不全然是真。一番话，母亲面色铁青，我低头不语。这话既是说我不如顾云裳，又说英国公夫人错把榆木当珍珠，为他人做嫁衣。在我和顾云裳的事暴露以前，让这位顺惯了的生母添堵的，非3房的婶婶莫属。她是皇商出身，以万贯家财撑着如今的英国公府。老夫人疼宠3子，爱屋及乌，对她多有宠信。加之英国公夫人性子清高，不通人情世故，在这国公府后宅，亲眷下人嘴里常夸赞的就是这位3婶。两人向来不对头，如今被她嘲讽，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来。英国公夫人连强颜欢笑都支撑不住了。宴席一散，她就下了命令，将我拘在院内，命我看书学庶务，3更睡，5更起。我转头就去找了父亲英国公告状，可怜兮兮。我初回府，还未与父母兄长好好相处，就被母亲下此严令，孩儿吃不消啊。英国公轻叹一声，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你母亲的确太着急了些。我低口，女儿知晓自己不如云裳姐姐。回府以来，母亲和兄长都不喜欢我，也就只有父亲您向着女儿了。英国公拍拍我的肩，日久见人心，你和云裳都是好孩子，只要让他们看到，他们总归会接受你的。我抬起泪眼，如何让母亲和兄长们像喜爱云裳一般喜爱我呢？敬书愚钝，还请父亲明示。英国公笑而不语，神情有些意味深长。现在还不是好时候，等到了合适的时机，为父会告诉你的。向父亲告状的事彻底惹怒了母亲，她叫人收回那些东西，转头又派嬷嬷来敲打。夫人说，既然您不想夫人管您，那她就不管了。日后您嫁入王府，有什么事也好自为之，好坏自担。我心想巴不得，面色却露出些慌张的神情。顾家3兄弟在府内见了我，对我的招呼也视而不见。没过多久，国公府上下都知道真正的4小姐初一回府就失宠了。
有下人私下议论，却被国公爷逮了个正着，严声训斥后发卖出府。府里风向又变，说这四小姐虽然不得主母少爷们的喜欢，却是国公爷向着的，国公爷才是这府里说一不二的。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婚期将至，出嫁前，英国公将我叫去书房。你可还记得为父那日与你说的？如今朝堂楚王专权，为今上心腹大患。你嫁入楚王府，若能助圣上铲除奸邪，到时莫说是你母亲和兄长天下，都会称赞你的义举。我心头一震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前世顾云裳扮演的是这个角色。届时你将诰命加身，富贵荣华享之不尽，富贵荣华享之不尽。我嘴角扯起一抹轻笑。果真吗？前世楚王势力的确被铲除干净，可结果呢？皇上为遮掩自己对楚王府下手，对他的奖赏只字未提，顾云裳只成了为战死夫婿守寡的痴心女子。反观自父亲一代便走下坡路的国公府，在那之后蒸蒸日上，父亲和3位兄长皆得了重用。顾云裳作为皇室双父，连门都不得出，只能借着探亲出门。也正是以探亲这个借口，他常来过府，与周末有了首尾。这可真是个苦差事，难怪重生一世，顾云裳不愿揽这个活，让给了我。等到皇权归拢，皇上重用英国公府和周末，他就可以坐享其成，就像他眼中前世的我一样。可他不知道，我也是重生的，我未像他一样想到英国公府的好处，甚至前世的死由英国公府谢家，周末与他一手促成，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去做呢？终于等到出嫁，这日楚王世子成婚，该有的礼节免不了，折腾许久。红绸另一端连着楚王世子殷承渊。行礼时，我想起与英国公那日的对话，我问他：您交代我办的事，母亲和3位兄长都知道吗？英国公沉吟：此事凶险，知晓之人越少越好。你母亲和兄长们自是不知的。难怪他们都希望顾云裳嫁去楚王府，真以为这是装好婚事呢。不过透过红盖头，我看向高位上的皇帝，堂弟楚王世子的婚宴，皇上自是也来了。他如今只有13岁，还不到亲政的年纪，也难怪前世楚王府不设防，谁都想不到皇上会这么早对楚王府出手。当心脚下。身旁的人淡声提醒，唤回我的思绪。我回过神，跟着他又是一拜。前世这位楚王世子殷承渊，我是没见过的，只记得他和顾云裳成婚2月就出征北伐，然后身死。繁复的礼节走完，到了房内，我轻舒口气：你们都下去吧。殷承渊开了口，房内的下人退下，那双锦靴越来越近，红盖头被掀开，我看清眼前的人，面容冷峻，眸若寒星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冷硬，哪怕身着红色喜服，也没能瞧出半分柔软，只是瞧着总觉得有些熟悉。殷承渊掀了盖头，却没有饮喝缺酒的意思，他垂眸开口：此桩婚事是生母遗愿，我会给你世子妃应有的体面，其他的顺其自然吧。我还在愣着的功夫，他将床铺起，偌大的拔布床间隔了道叠起的床褥，宛若楚河汉界。日后你我先这般休息。殷承渊说完这话，自顾自地脱了衣裳，就准备休息了。殷承渊前世与顾云裳也是如此吗？还是说他是借此表达对世子妃换人的不满？如是想着，我佯装失落发问：世子可是对我不满，还念着姐姐？听说他与顾云裳是青梅竹马来着。殷承渊微微皱眉：你姐姐是？未等他说完，我低头抹泪。也罢，这桩婚事原先就是姐姐的，听说你与姐姐青梅竹马，我这就去与王爷说，把姐姐给你换回来。说着就要往外去，殷承渊冷静的面容出现一丝牵裂，快速将我扯了回来。胡闹什么？与谁青梅竹马？本世子自己怎么不知晓？我垂下眸子。旁人都说云裳姐姐自幼被点为公主伴读，与您在皇宫内自幼相识。我长在楚地，6时只偶尔来京，11岁才入京常住。你说的人，我虽知晓，却不算熟悉，更不算什么青梅竹马。他顿了下，看向我，到底是出生安抚。你我已然成婚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父亲日理万机，别为你我的房中事去闹他。得了答案，我乖顺点头。好，既不是为婚约对象，那就是殷承渊自己的问题。莫非他有隐疾？向公爹请过安后，管理后宅的权利便落在了我手中。婆母早逝，楚王府后宅又没什么女人，理起事来，倒比前世乱糟糟的周家容易多了。只是后宅之权到手如此容易，倒让我有些不真实感。世子妃，下月后厨采买的食材香料，您和爷们的穿戴、炉香和茶叶，爷们的笔墨纸砚、健身保养费用、拢共的单子都在这了，您瞧瞧还有哪里缺的？管家递上名录，我接过扫了眼。云中香为何涨价了？管家道：这云中香有一位原料的产地遭了灾，供应不上，这才花费多了些。那就换些吧。我思索了下，听闻琳琅阁新出了几款香，你将各位的都去买些回来，献给世子试试，问他觉得怎么样。管家点头记下。我想了想，又道：如今换季，园子里和屋内的花都有些蔫了，我瞧着也该换。管家点头记下。英国公府有个人，是个颇会打理园子的，我这就给父亲写信，将他要过来。交代完诸多事宜，我回到房中，一直沉默跟在身边的老嬷嬷开口：一次做这么多，会不会太明显了？我懒洋洋开口：新官上任3把火，后宅女子侍弄花草，
摆弄熏香本是常事，有何奇怪？何况那些务实单个瞧，如何都看不出错来。嬷嬷是做贼心虚了。这英国公生怕我办事不力，专门派了个眼线过来盯着，烦人的很。嬷嬷闻言沉声：无论如何，小姐还是谨慎些好，他们野心甚大，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我不可置否，楚王府若真早有不臣之心，前世就不会手握兵权，却连举兵那步都没走到，就被龙椅上那位血刃于无形了。这炉香、花草单个看，甚至搭配来看，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要命的是衣裳上的熏香，三者结合，方能产生毒性，长期用上1-2月，则会令人脑子浑浑噩噩，反应迟缓，这倒是不至于致命。可若是在战场上，那就不同了。前世北狄来犯，是2月后的事，如今是一点消息也无。那位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？我陷入沉思，如前世一般，2月后的1日，边城信使说北狄来犯，已沦陷一城，朝野震动。皇上连开3日朝会，确定平北将军人选。楚王世子应承渊，自幼长于军营，13岁随父上战场评判，战功赫赫，再合适不过。临走时，他有些抱歉道：我此次一走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，辛苦你帮我撑着楚王府，照顾父王。不辛苦，我帮他整理衣领。世子此去，定要小心，尤其……我凑近他，察觉到他身体在那一瞬间变得僵硬，手下他脖梗后的衣领又被翻了一遍。小心白城和赵令红。凑近他耳边，我将声音放得极轻。应承渊瞳孔骤缩，低头对上我的眼。前世应承渊这一走，回来的就是他的尸体，以及赵令红的陈词。赵令红说，应承渊这一战危险冒进，险些将整个军队拖下水，好在有他和白城力挽狂澜，才保住兵力。只是应承渊自作自受，最终命丧战场。赵令红是楚王昔日旧部，与楚王曾兄弟相称，白城则是楚王义子，与应承渊也是一同长大。最后这2人获了封赏，应承渊因为是皇室中人，又死在战场上，被皇上免于罪责，勉强认了个忠烈。只是楚王府的名声到底是臭了，同是被信任之人围剿。我们前世的处境何其相似。应承渊走前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我回以浅浅一笑。应承渊走了没多久，谢府发来喜帖，周末与顾云长的婚事提上日程。不对，现在应该叫谢云长了。作为谢家干亲，英国公府的人都在受邀之列。成亲那日，周末一身喜袍，与谢云长同拉着一根红绸，面上是止不住的笑意。前世与我成亲时，他有笑得如此开怀吗？我不记得。说起我与周末的认识，还是我8岁从楚地回来那年，住在外祖家那阵，我在灯会上不慎跑丢，遇上了拍花子，险些就要被卖，最后虽是救了回来，却落下梦魇，父亲不得不将我接回京，送去医馆医治。那医馆正是周末家的，他比我大不了2岁，得知我的遭遇，总耐心安慰我，渐渐与我熟络起来。那时候父亲的官要更小，住在小胡同里，和他家只隔了2条街，不是什么高门出身，自然又是也谈不上多严格的男女避讳，玩在一起顺理成章，有青梅竹马之意。长大后他中了秀才，父亲对他十足看好，我们2人就这样定下亲事。可前世成婚后，他与谢云长珠胎暗结，被我逼问时，却十足痛苦地央求我成全。我年少时曾被泼天大雨拦在街边，他乘着马车路过，让丫鬟递给我一把伞，惊鸿一瞥，成了他的心心念念。周末苦笑，当我得知他与你身份差错，我甚至暗暗奢想，能否将婚事也一并换了。命运弄人，如今他有了我的孩子，我也只求这个孩子。静书，能否求你认下这个孩子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当真是情真意切。他们是真爱，那我是什么呢？还有我那刚被查出尚不足2月的孩子，与我一起葬送在你留下了。这世上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他来过。我冷眼瞧着2人相携而过，被掩埋时，我胸腔窒息，身下血流如注，用尽力气喊着救命。我就是那样咽气的。半年后，应承渊大获全胜，班师回朝。论功行赏时，他拿出证词，告发副将白城与赵令红勾结北狄，泄露布防图，朝野震动。查证过后，皇上将人下了狱。应承渊回府时，一身的肃杀之气，我迎上前去，欲要将他披风卸下，手腕却被紧紧攥住。他盯着我的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殿下完好无损的回来了。应承渊的手一松，我继续帮他卸下披风。我还没恭喜殿下打了漂亮的一仗。应承渊沉声道：若非有你提醒，只怕是难。是英国公。他低头问，我不可置否。应承渊静默半晌，我审过他们，赵令红说他们劝反过父王数次，可父王不愿，还说他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不管他想与不想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他们不愿跟着父王喂鱼肉，便做了那人的刀。你呢？他低头看我，你明明有做刀的机会。夫妻本是一体，我不愿做刀，更不想做鱼肉。我问他，殿下呢？殿下就甘为鱼肉吗？应承渊眸子微暗，低头握住我的手，无声胜有声，
没几日，谢云长呼下了拜帖，约我去清风寺烧香。我按时赴约，到了清风寺，刚寒暄几句，就被他带至后山的密林。他开门见山：“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”我佯装不解：“姐姐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，你还装？”谢云长咬牙切齿：“殷承渊这一次为什么没死？父亲交给你的事，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去做？若你做了，怎么可能与从前的走向大不一样？除非你也重生了，还多此一举，另做了些什么？”我垂下眸子：“姐姐既然猜到了，又何必再问？”饶是已经猜到了，得到肯定的答案，谢云长仍不可置信，他失声惊叫：“你疯了吗？你难道忘了父亲是谁的人？”见我一脸不在乎，谢云长有些急：“就算之前是我对不住你，可你的死是天灾，怪不到我们头上。如今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，国公府好了，我们才能好。你难道不懂吗？”错了，我含笑摇头：“从来是国公府好了，你好，我可从来没有好过。”谢云长语塞：“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前世我为大局牺牲，难道没有惠及你和周末？如今也该轮到你了，你为何不愿？为了点小事，你要背弃国公府？”谢云长眼里满是失望：“你若是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告诉父亲了。”他转身欲走，却被我叫住：“谢云长！”他侧过身，语气嘲弄：“怎么，你后悔了？可后悔也晚了，绝佳的时机被你打乱，待父亲知晓。”话还未完，他身形有些摇晃，向后趔趄2步：“顾静书，你做了什么？”做了什么？只能说香是个好东西，无怪九五至尊的那位也喜欢用香。我本来还想着什么时候去找你。我蹲下平视他，谁知道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。皇权斗争，动辄要命。这个世界可以有重生者，但不能有2个对立的重生者，这就注定了今日我和他能完好回去的只有一个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感动我。谢云长伏倒在地，他用尽力气扯住我衣袖：“你感动我，母亲和兄长不会放过你的，那也要他们知道才行。睡吧，别害怕。”我语气安抚：“到底姐妹一场，我保证你不会太痛苦。”谢云长嘴唇颤抖，再说不出话，不甘地合上眸子。谢云长去清风寺上香，回京的路上遇到一伙流寇，跌落悬崖。谢家的随侍侥幸逃脱，回来通风报信，国公府和谢家都乱作一团，急忙派人去寻，却只在山下找到了一顶破碎的帷帽和七零八落的女性骸骨。国公夫人哭晕过去一场，清醒过来后便上了楚王府的门。我上前请安：“母亲。”话还未落，面颊一痛，劈头盖脸的一巴掌落了下来，口腔内血腥涌上。我偏过脸，语气木然：“母亲这是做什么？”国公夫人指着我，双眸猩红：“你害云长下嫁谢家还不够，还要害了他的命吗？”我眸子微眯，几乎要以为他察觉到了什么，他却又情绪激烈道：“若不是要和你去清风寺，云长回来路上又岂会遭此横祸？自你回来，家中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。早知道我就不该。”殷国公夫人此言差矣。殷承渊迈入堂中，瞧见我脸上的指印，眸色微沉：“且不说是七姐主动相邀，她回京时，世子妃还在清风寺为本世子请去煞气的护身符，并非同路，此事又与他何干？近来流寇猖獗，朝廷正在追查，七姐不幸遭难，我也很惋惜。”殷承渊掀起眸子，话音一转：“可这不是世子妃遭您劫难的理由。”国公夫人胸腔起伏，怒目而视：“我教训自己的女儿，世子也要插手吗？”世子妃如今嫁入楚王府，那就是皇室的人。殷承渊上前一步：“您虽有诰命加身，可却也没当我的面打世子妃的道理。您说呢？”国公夫人后退2步，一连说了3个好字，拂袖而去。多谢世子爷。行到一半的礼被殷承渊拦住，他盯着我脸上的红肿，眉头微皱：“怎么瞧着比方才还厉害了？”我去让人叫大夫，大夫来瞧过，拿出一小小的瓷瓶，说要每日上药。正欲接过，那瓷瓶先落到了殷承渊手中，他将人挥退，坐至床边。这就是你不愿为他们做事的理由。我点头，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。殷承渊沉默半晌，打开瓷瓶，他手指沾了些药膏，就要往我脸上轻抹。我偏了偏头，躲开了。殿下，您不必如此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殷承渊动作顿住，他盯着我，一字一句问：“你觉得我是在收买人心？”我沉默不语。殷承渊盯了我2秒，态度颇有些强硬的将药膏蹭上，动作却还算温柔。你也说了，夫妻一体，我犯不着那么做。冰凉的药膏被涂抹均匀，面上的辣意也缓解了不少。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我没再抗拒。地牢那个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问。他说的是谢云长，他现在自然还没死，只是由与他身形相似的替身演了出戏，他还有用处。至少我还不知道谢云长前世是怎么死的。若说殷国公对我毫无真心，只有利用，那对他就还算3分真心，7分利用，同在局中。他前世知道的一定比我多，这些都要从他嘴里撬出来。至于他不会说这件事，我从没考虑过。谢云长此人自幼被宠惯了，受不得一点苦，他若肯为了旁人牺牲自己，那我倒还敬他几分。谢云长在周家的葬礼，殷国公也去了，他抿着唇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。爱女身故，皇上的盘算也落空。
他近日可谓是处处不顺，他将我叫去，又发布任务。你将这些书信放置应承院的书房中。书信我伸手接过，这些信有着北狄首领的密章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同意以军器来换退兵，上面的字仿了应承渊的，这是要栽赃应承渊在此次战事中与北狄勾结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见我犹疑，殷国公又道：原先不想将此事摆在台面上，可白城和赵令宏两人太过废物，此计不会波及于你。皇上答应，若是事成，许你皇后之位。皇后之位，这可是下了血本了。父亲放心，女儿定不负您的期望。殷国公点点头，忽地又叹息一声：那日的事我听说了，你母亲也真是的，云长运道不好，又怎能怪到你的头上？为父已经说过他了，过几日回国公府，我们一家人好好聚上一聚。殷国公试探发问，显然是怕我因着这事对殷国公府心有芥蒂。我点头，好啊。看着他们在殷国公的嘱咐下，不得不对我强颜欢笑，应该蛮有意思的。用完膳当日，地牢的人就来报说谢云长要说些什么，他是主动要说的。自关押以来，没有人审问，没有人上刑，只是将他关着，每日送些饭吃，送来的吃食从1日3次慢慢减到1日1次，再到2日1次，这回超过2日，饭菜还没送来。谢云长已经受不了了，他怀疑自己已经被遗忘了，怀疑我要将他关死饿死，于是他决定拿出筹码，让我想起他。我要先吃饭。我挑了下眉，我要先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谢云长脸色苍白，捂着肚子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那位才13岁，是谁在帮他做这些？我不为所动。以楚王府的势力，该知道的，迟早有一天会知道。这场较量中，若是那位有和楚王府硬碰硬的实力，便不必要搞那些手段了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我就走。等等，谢云长急了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死后发生了什么吗？今生会改变的事情，也没什么好知道的。我头也未回，继续朝门边走去。谢云长咬着嘴唇，将我喊住。我告诉你，顾敬书，我告诉你，但你听完要放我出去。他深吸一口气。皇上身边有个侍弄笔墨的太监，名为刘全，他出谋划策，助皇上铲除楚王，自此更得重用，在朝堂搅弄风云。谢云长有些艰涩道：父亲与周末被他构陷，皆被下了狱，全家流放。听及此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你笑什么？谢云长恼怒道。我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。我还当是什么样的锦绣前程，让你重来一次，依旧死心塌地，就这你懂什么？谢云长脸色苍白的反驳。父亲只是行差踏错一步，才被人抓住画柄，若重来一次，有我先知，你又怎知父亲不会赢？总好过那冷冰冰的殷承渊，他不能人道，就算赢了又能怎么样？谢云长有些急切地劝我，你继续帮父亲和皇上做事，待到时定，我就去让父亲除掉刘全，到时国公府是何等的泼天富贵，你莫要执迷不悟。我点头，有道理。谢云长面色一喜，我叫来人吩咐给他拿饭吧。桌上很快堆满了菜肴，色香俱全，令人食指大动。谢云长喜笑颜开，吃到一半，他忽地想起什么，若是你仍对周哥哥痴心不改，到时候我也不是不能将他分给你。我轻嗤一声，摇头离开。顾敬书，谁让你走的？不是说好放我出去吗？我将那声音抛到脑后，出了地牢。半刻钟后，狱卒来报，说牢里的人没气了。我轻叹一声，到底是两世的缘分，我用了最不折磨人的毒药，若他还能重生，希望下辈子能聪明些吧。刘全。看着书案上写下的这个名字，我陷入沉思。前世周末受皇上重用，好像是提过这么一位刘公公，这人是个巨贪。皇上，臣要告发楚王世子勾结外敌，对外输送军器，还请皇上明察。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，殷国公率先对楚王府发难。大胆殷国公！皇上一拍案桌，你可知你说的话意味着什么？你状告的是朕的堂兄，刚在北征一战中立下汗马功劳。殷国公跪下立誓，呈出一封书信。此乃微臣之女，楚王世子非从书房搜出，大义灭亲交于臣的。这样的书信在书房内还有很多条，皇上大可派人一搜，以证真假。被告发的当事人丝毫不慌，因为皇上派人去搜，什么也没搜出来。不可能！殷国公有些慌了，一定是世子早有准备，将书信藏起来了。皇上可叫世子飞来作证。我被叫上朝堂作证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当场装傻。父亲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什么书信？我何时给过您书信？殷国公闻言，目眦欲裂。顾敬书，你疯了吗？皇上面前，你敢偏袒？我摇头，我只是说实话，何来的偏袒呢？说到底，您也是我父亲，若真有这样的事，我不承认，您不就成了构陷忠良了吗？您生我一场，要偏袒，我也该偏袒您啊。说得好，朝中御史出来助力，呈上账本。皇上，臣要弹劾殷国公贪污。18年前，殷国公奉命修筑丰城堤坝，却贪污赈灾上万，
次年洪水决堤，数万灾民流离失所。17年前，攻来京城的反贼首领便是那丰城人，他就是在那场洪水后反的。胡说八道！英国公急忙反驳，这事可谓是戳中了他的死穴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不明白，英国公夫人与楚王王妃是昔日的闺中姐妹，英国公府与楚王府是姻亲，英国公既然贪慕权势，又为何会舍近求远，去帮这时势力上弱的皇上呢？英承渊让人去查了，我才知道他是不得不帮，他有这么一桩事压在皇上手里，陷害楚王世子通敌的事还没整明白，又挑出个10几年前的贪污案，龙椅上的人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英国公已是焦头烂额，然而还没完，历经3朝的王御史上前弹劾，呈出罪状，称皇上身边有宵小阉贼，叛国通敌，残害忠良，挑拨皇上与楚王的叔侄关系。的确有人通敌，刘全以军器与财帛为诱，与北狄行了个里应外合，想让英承渊死在战场上，美其名曰帮皇上铲除威胁，皇上还真信了。这人心机之深，前世也的确让他做成了，连后来的英国公都败在了他手下，皇上也被他架空。这样的人若成长起来，还不知将来会如何可怕。朝堂之上，一干楚王的人纷纷上前，说要为皇上清君侧，轰轰烈烈唱了一早上的戏，以英国公和太监刘全下狱结尾。皇上到底年龄还小，眼见事情不成，群臣逼迫，不得不就此妥协。结果虽好，可楚王府气氛不见好转。楚王与英承渊吵了一架，楚王认为皇上年龄还小，只是受奸人蒙骗，如今既已将奸佞铲除，那他们楚王府也就适可而止，绝不能有不臣之心。英承渊则觉得皇上既已不顾亲情对他们出手，如今只是暂时偃旗息鼓，迟早还会卷土重来，两人闹得很不愉快。我宽慰他，父王顾念亲情，迟早会想明白的。楚王与先帝是一母同胞，又是一同长大，情分自然非比寻常，何况他是受先帝托孤，这样做到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英承渊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我怕我没有时间等到他想明白。他握上我的手，你那日当众倒戈，已然在皇上面前留下了印象。如今英国公和刘全已出，可皇上背后还有太后，他们会不会对你出手？什么时候出手都是未知数。他沉吟半晌，下了定论：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面。英承渊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背着楚王出手了。不出7日，皇上因心急病天，待到楚王反应过来，事情已成定局。先帝既无孩子，又无兄弟，群臣商议过后，将亲缘最近的楚王推上皇位，皇上只好忍痛接受。英承渊被册封为太子，封太子妃时，有臣子站出来反对。殿下，世子妃的父亲英国公被斩首，亲眷也被尽数流放了，由他任太子妃，是否有些不合适？英承渊语气微冷，他检举有功，孤说合适就是合适，何况他长于谢府，顾家族谱上并无其名，便将他按作是谢家女吧。臣子想想也是，只要史书上太子妃不是罪臣之女，既做谢家又何妨？谢家如天上掉馅饼一般，谢父还没来得及高兴一把，就被调任儋州，举家搬迁。但谢家人相信太子妃是他们家的，迟早有一日他们会回到京城，光复门楣。可他们永远不会有回来的一天了。英国公与谢家都有了去处，周末我自然不会漏下，将人打发去了黄州。如无意外，他也不会回来了。事情已然到了如此地步，该我有的，我自然不会放手。我差人寻来名医为英承渊看诊，他不解，我身子无恙，你这闹的是哪一出？夫妻一体，殿下就别瞒我了。我道，如今您的子嗣是头等大事，可千万别讳疾忌医才是。急！英承渊握上我双肩，气笑了。我哪里有急？你说清楚。殿下不行房事，难道不是？何况谢云长也认证过，他那方面不行。谁告诉你不行？那事就是有急了。我只是……英承渊止住话头，引人遐想。我忽地意识到什么，前世今生俱是如此。或许他不是那方面有急，而是心里有人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殿下若是喜欢谁，就那回来吧。话虽如此，心里到底是有些不舒服。我喜欢谁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我只是……他神色有些不自然道：你不觉得初一见面并不熟悉的男女行那事有些奇怪吗？奇怪？这我倒没想过，仔细一想，好像是有些……当初成亲，我原是想着熟悉几月在，可后来征战半年，回来又被许多事绊住了，这才没空想那方面的事。如今倒是可以了。他压下来，神情罕见的有些羞涩。你说的对，如今子嗣是头等大事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该看看避火图，学习一下？学习？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在这方面还是个生瓜蛋子。不用。英承渊垂下眸子，先不用嘛，那由你来挑个合适的日子。我凑上前，在他唇边轻啄一记。不用学，我看过，可以教殿下。至于教的效果如何，只能说英承渊是个好学生，自学会以后得心应手，日夜操练，以求进步。英承渊的母亲葬在楚地，皇上登基后不久，将其追谥，迁于皇陵。迁陵时，我和英承渊去楚地走了一趟。
楚地在我的记忆里占据一席之地，可着实算不上是什么好回忆。昔日被养母送来这处的外祖父家，寄人篱下不说，还险些被拍花子拐走。好在那时有一同被拐的少年，与那伙人贩子智斗，撑到了官府来，否则我如今还不知流落何处。应承渊回到楚地，昔日留守楚地的旧部都十足高兴。同宴过后，几个旧部一起往西。太子妃是不知道，昔日殿下在楚地那是何等的顽劣，上树掏说蛋，下河摸镜镜打野兽，没有事情是他不敢干的。应承渊沉住气，你们可别瞎说。哎，咱们殿下虽调皮，可如何能顽劣来形容呢？10岁的殿下可是英勇奇迹之身一人，身拍花棉的营地，与其周旋，救了40来个孩童呢。就是因为这个，被皇上带回京城管教，从那之后就回来少了。应承渊见我发愣，握住我的手低声道：你可千万别听他们胡说，我又是很听话的。我笑了一声。应承渊有些不满，笑是什么意思？我敛起笑意，正色道：我觉得殿下做得很好。难怪我初见应承渊时，便觉他长相有些熟悉，原来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就被他救过一次，今生我救他一次，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全文完。